姐姐，醒醒，有客人来了！大男孩的声音响在我的耳畔，清脆宜人。我抱着宿醉后的头，痛还不清醒，跟得了脑血栓似的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姐姐，我们昨天结婚了。他的眼神明亮又清澈。我蹭一下坐起身，看到了床头摆放的2本结婚证，砰一声又躺平。我如果没得10年脑血栓，怎么会和小我3岁的程云登记结婚？程云是我网店新招没多久的模特兼司机，她长得比明星还好看，拍摄的衣服销量也极好。昨天是我25岁生日，跟我谈了3年恋爱的谢庆和我约定在民政局登记结婚。天降一盆狗血，谢庆不只是没来，他还陪着他的白月光在医院治疗。他的白月光被男人家暴，他是他的主治医生。我推开病房门的刹那，白月光在他的怀里哭唧唧，他不止没有推开他，还怪我太粗鲁，吓到他的白月光。他向来不苟言笑的脸上黑得瘆人，他有一种在冰冷的手术里执着手术刀解剖我的感觉。我气得脑门都冒青烟了。谢庆，分手。苏青，别闹了，你先回家，别打扰我工作，会让人家看笑话的。过几天我和你再去登记结婚。谁要跟你登记结婚？这婚不结了。你脾气这么坏，除了我还有谁肯娶你？谢庆年长我5岁，经常是一副久经岁月风霜的沉稳模样教训着我。把白月光搂在怀里，这叫工作；对未婚妻冷漠疏离，这叫感情。我冲上去要揍人，被程云抓住了手腕。姐姐，我娶你。程云今天是我司机，全程看了我的笑话，却也为我解了燃眉之急。就这样，我们登记结婚了。程云订了生日蛋糕，开了红酒，任我疯任我癫任我狂。最后的事情我不记得，我有没有那啥你？我吞了吞口水，有些紧张。谢庆从乡下来城里上学就业，他特别珍惜这份工作，他几乎是在医院里待着。他忙得没有时间和我亲热，说要留到婚后。我不知道昨晚是梦还是现实，抱住了年轻而有力量的鲜活身体。程云笑得眉眼弯弯，明亮如星辰，照亮我心间的阴霾。他拨开颈间的 T 恤衫，肩膀露出一圈新鲜的牙印，姐姐给我的特殊标记哦。我闭眼装死。门铃在不断的响，吵得我心烦意乱。程云笑声低沉清雅，仿佛是汩汩泉水流向远方。你去把人赶走，我脑卒中，谁也不愿意捡了。我说完用被子蒙住头，程云穿了拖鞋去打开门。谢医生，姐姐还在睡呢，现在不方便见你，请你先回去。程云压根不愿让人进门。谢庆的脸上阴云密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昨晚照顾姐姐，照顾到床上去了。谢庆冷笑一声，他推开了程云，就往卧室来。程云拦在了门口，忠心耿耿似小狼狗。苏青，谢庆气急败坏地叫我。我从被子里探出头来，程云，让他进来。程云立即以保护之姿站到了我的身边。谢庆气得像是我扒他家祖坟似的，直接将我身上的被子丢到床下。白色床单上的一抹血迹，让他和我都目瞪口呆。只有程云一副欢喜幸福的表情，就像是大狗狗饱饱的啃了根骨头般陶醉。你给我戴绿帽子。谢庆感觉自己头上一大片青青草原。我懒洋洋地起身，站在床里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。你今天出门没吃脑残片吗？我努了努嘴。程云立即明白。他拿起床头柜上的2本结婚证。谢医生，姐姐现在是程太太，请你不要骚扰她。谢庆向来如古井般波澜不惊的双眸，此时也燃起了熊熊火焰。他以为昨天程云只是临时救急罢了，哪知道程云真的和我登记结婚，昨晚把新婚夜也过了。现在出局的人是谢庆。谢庆离开时恨不得一把火烧了我租住的房子，让我和程云做一对烈火鸳鸯。不解释一下，我伸出脚丫子踢了踢床上那抹干涸了的血迹，肯定不是我的。程云伸出右手，掌心是一圈参差不齐的伤口。我的杰作，我竟然欲求不满到到处咬他的地步。程云宽肩窄臀大长腿，人俊手也美，我这个吃人的小妖精把这弟弟给祸害了。不过他也很腹黑，手上的血抹到床单上，谢庆居然相信了。姐姐，他眼巴巴地望着我，他把手掌移到我眼前，我还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。我有毒，猝死已经不能减轻我的罪过，我想逃离星球。我约了人，今天有事要谈。身为网店店主，我决定用忙碌的工作来惩罚自己。我开车送姐姐。不用，我批你工伤，好好休息。我换了衣服，风一般的跑出门去，找了我表姐坐在广场喝奶茶。她听完一口奶茶喷在地上，青青你果然是黑心资本家，我给你介绍员工，你竟然潜规则人家，还把人家吃干抹净了，好歹你有点良心，给了人家一个名分。生娃日程提上来，3年抱俩，你使劲的压榨当代社畜。他继续调侃我。我幽怨地瞪他一眼，他啥来历？表姐不知道，说是一个客户介绍的。我看到广场巨幅广告，一个红酒广告，脑子里想起昨晚我有些醉了，敲破了酒瓶要去找谢庆算账，结果脚软摔了一个狗啃泥。关键时刻，程云扶住了我，他的手撑在了破碎的酒瓶上，否则地表最强美少女今天就毁容了。他真是个暖心的家伙。
青青，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他会不会是职业骗钱的小鲜肉？表姐很担心。糟了，我一下弹起来，真被骗了！快操家伙！我昨天早上给谢庆赚了20万，他说急用，莫不是给了他的白月光用？狗男人我不要，但钱必须得要回来。表姐说我人傻钱多，不骗我骗谁？我风风火火推开病房的门，谢庆正在给白月光喂饭吃。白月光脸上被打的巴掌印都没有消散，看见了我赶紧将头埋在了谢庆的怀里，好像不是他男人家抱了他，而是我一样。我每次生病，谢庆都没有喂过饭，这3年恋爱都是在对牛弹琴。谢庆把我的20万还给我，他的瞳孔猛地变大，白月光也在他的怀里颤抖了一下。来我办公室，他拍了拍白月光的肩膀，温柔地叫他好好休息，才起身离开。我和白月光四目相对，他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谢庆关了办公室门，双手插在白大褂里。苏青，你闹够了吗？你不只用和别的男人结婚这件事情来伤害我，还把我们要买房的钱要回去。我们确实打算结婚之后就买一个2居室的小房，凑了首付就月供。可谢庆这话不只是颠覆我的3观，还把我的5脏6腑都气炸了。谢庆是个普信男，普信男思维，跟他谈恋爱等于要当他老婆，他老婆的钱等于他的钱，所以我用结婚来伤害他了。更可气的是，他觉得我竟然要把他的钱要回去。谢庆，这婚我想跟谁结就跟谁结，别一副绿茶的样子，来我这儿当受害者。还有，这钱是我经营网店赚的，我们分手了，钱是我的，不是我们的。我的世界与你无关，你要硬凑，只能旁观。话我不想多说，马上还钱。谢庆以一种轻蔑的姿态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苏青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你如果现在去把婚离了，再给我写一封道歉信，我考虑和你结婚。但是如有再犯，所有财产你休想拿走，你必须净身出户。你有病吧？而且病得还不轻。这个男人超级普通，偏偏还这么自信。我直接操起了一张椅子，就朝谢庆砸了过去。结果门被砰一声撞开来，椅子也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握住。再看来人不是程云是谁？他怎么来了？表姐在门外告诉我，担心我吃亏，她叫了程云来保护我。可是程云哪有保护我的意思？他抓住了我丢向谢庆的椅子，不让我砸这个渣男。猪队友，戏都不会演一下吗？就在我气呼呼地埋怨程云时，他将椅子端到我跟前，还甜甜地叫我姐姐坐。我气炸了。程云就是个拖我后腿的家伙。姐姐站累了，我会心疼你的脚。他一副有他在，让我放心的表情。奶狗变笨猪，我看走眼了。我气得转头不理他，哪知道下一刻就听见了谢庆的哀嚎声。程云举起拳头砸在谢庆的身上，而且拳拳到肉，虎虎生风。我腿软了，一下坐在椅子上。这分明是一只嗜血的头狼，坚韧、勇敢、强大。程云比谢庆高大半个头，而且谢庆疏于锻炼，3拳被程云打趴下了。表姐完全惊呆了，她见程云提拳在上，赶忙阻止。程云根本无视。青青，表姐叫我，我还不上的话，恐怕会出人命。我赶忙长腿一迈，飞奔上前，跳到了程云的背上，给他来了一个锁喉杀。程云，别打了！程云立即收手，侧头凝望着他时，完全没有了刚才凶狠的状态，刹那间无缝切换成小奶狗的样子，似乎刚才他揍人时凶狠如虎，只是我的幻觉。好的，姐姐。他的长手臂向后一伸，勾住了我的双腿，将我背在他的背上。保安带着警察来时，我正感受着年轻男人后背滚烫的温度，仿佛是火山爆发，岩浆喷出。程云因为打架斗殴被带走时，这一瞬间，我所有的火热被天山的血水给浇熄了。谢庆去验伤治疗，公益宣传诚不欺我，打输住院，打赢坐牢。我求表姐一定不要让程云有事。表姐说要看谢庆的态度如何，我让表姐去探探消息。谢庆被打的消息在医院不胫而走，认识我们的护士都对我指指点点。谢庆是个完美受害者，被我的小野狗打了。表姐回我消息说她不和解，她就要让程云的人生简历上有污点。我冲去了病房，还有医生和护士在安慰着她。我扬起手机转账记录给大家看，谢庆骗了我20万不还钱。我说到这儿，故意一顿，给大家反应的时间。众人目瞪口呆，继而惊讶万分。谢庆立即反应过来，苏青，你诽谤我，你是不是也想被抓？他本是躺在床里装受了重伤，这一刻手脚麻利地将医护人员全都支走了。这些人走出去时都半信半疑。病房门关上，我理直气壮地扬高声音，好啊，你叫警察署离过来，有他们在，这20万马上就能回来了。谢庆当然不敢报警，转账记录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，他就是想张开血盆大口吞掉我20万血汗钱。如果我不起诉程云，你这20万放在我这儿。行，我和谢庆的一地鸡毛，不能把程云给毁了。谢庆千方百计不想还钱，程云的一时冲动被谢庆给抓着把柄了。
我去派出所接程云时，他一看到我，好像是寄养在宠物院的大狗狗，两眼都在兴奋地放光芒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惹麻烦了。随即，他低下头，非常认真地认错。谢庆站在一旁，脸色阴郁，对程云这么乖巧的样子嗤之以鼻。不麻烦，姐带你回家。我说着这话时，牵起了他的大手，甜甜蜜蜜地依偎着程云往外走去。谢庆瞬间石化，完全可以进驻美杜莎蜡像馆了。到了车上，我严肃地说道：“下次不准这样，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这人护短，不会在外面教训他，但私底下我也不允许他放纵。”程云凝视着我，眼神柔情无限。我想要保护姐姐，一直以来，我在谢庆的眼里都是坚强的，跟一块磐石似的，可以任其风吹雨打，他都不会认为我需要爱护。相反，我还可以给别人遮风挡雨。但程云的这句话，竟然让我的喉咙有点哽咽。我归结于女人在骨子里都想要男人的呵护，才会觉得感动吧。开车回到了家里，我前脚跨进门，马上又退了出来，还差点撞到了身后的程云。他立即扶住我：“姐姐，怎么了？”“我们走错房间了。”我小声嘀咕。程云指了指钥匙是对的，并且推开了房门。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，地板拖过，玻璃也擦过。难道我早上和表姐去广场浪了？小奶狗在家弄的。要知道我这人随意惯了，家里越乱越过得随心所欲。谢庆称之为狗窝，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，他是不会光顾的。以后家里都由我来收拾，姐姐收拾我就可以了。程云笑得眉眼弯弯。小奶狗这个 callback 杀得我措手不及。我轻咳了一声，借以掩饰我心里的波动。在弯腰换鞋的刹那，我看到了阳台上还有洗干净的衣服。要知道我生病了，谢庆都没有帮我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。我趴在地上左寻右找，程云也趴下来，不明白我在找什么。我看看田螺小伙在哪儿，不知道他洗衣服时会不会分类。程云马上举手报告姐姐，田螺小伙不仅是会分类洗衣服，还手洗的，我下次再穿时简直无法直视了。程云端了一杯温水递给我，我的脸还在发烫。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仰头时一口气喝下。夏日的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照射到他的身上，温暖如初。他的喉结因为喝水在上下滚动，而我后知后觉地发现我的心也在上下浮动。小奶狗好迷人，姐姐，我被迷得晕头转向。我好想摸了一摸他喉结。我这人的优点一向是行动永远走在想法的前面。果然，指尖就差0.001毫米时，我的手机震耳欲聋地响起来。我眼疾手快地停下来，程云却微微一扭头，他的喉结直接凑到我的指尖上，有点麻，有点烫，仿佛是电流从指尖划过。我的脑子也被电得晕头转向，看着阳光而帅气的俊颜一直在嗡嗡作响。好在我的手机铃声跟开大炮似的响声，将我拉回了现实。表姐，有事吗？我的手握着手机时，感觉手机也在颤动。表姐听出了我呼吸不畅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。大白天你们不上班赚钱了吗？我刚才忙着打扫卫生呢。说起谎来，我脸不红心也不跳了。程云呢？表姐才不会那么容易放过我。表姐，我在准备晚餐呢。程云极其配合，还拉开距离，踩着高声喊。表姐半信半疑，晚上吃什么？吃麻辣烫。程云对答如流。表姐兴奋地忘记了刚才的拷问，我马上过来，等我一起吃。我还没有来得及拒绝，表姐已经挂了电话。我摊了摊手，表姐要蹭饭，没问题。程云向我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就进厨房忙碌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发呆。谢庆可是很不喜欢表姐，因为表姐是心理医生，她擅长掌控别人的心思。谢庆从不肯与我和表姐同桌吃饭。门铃声响，我开了门，表姐提着一大袋菜上楼来。放心，不会白吃。可是我家程云做起来也会累的，我守在门口，趁机宰他。表姐一只手戳我的脸，真不害臊。你家程云了？程云听到了声音，已经从厨房跑过来。表姐，你人来就好，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他如果来白吃的话，心会痛的。咱们一定收下，别让他犯病了，知道吗？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都听姐姐的。程云拎了菜就进厨房去忙了。表姐整个人躺在沙发上，青青，你走了狗屎运啊！你这个老公集模特、司机、佣人、厨师于一体，关键人还……他说到这儿略一顿，带着不好怀疑的奸笑。你懂得？懂。我当然懂。可惜了，昨晚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正当我们聊着时，程云站在沙发边。我怎么了？被当事人抓包了。表姐笑得合不拢嘴。我看着他清澈如溪流的眼神，实在不好意思对他进行精神污染。帅，就是这样，他最帅了。小奶狗被我夸他帅后，俊朗的脸上还疑似浮现出2团红云，真是纯洁儿可爱的小奶狗。姐姐，可以吃麻辣烫了。我们3个人一起入座，围着热气腾腾的锅。我看到程云的鼻尖都在冒汗。我拿了纸巾，轻轻地给他拭去汗珠。我要吃麻辣烫，我不要吃狗粮。表姐抗议。程云看着我笑得温柔，还体贴地帮我擦掉我嘴角沾着的菜渍。
程云，你家都有些什么人？表姐看似拉家常，其实跟审问似的。只有我和爸爸2个人。程云声音很轻，而且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我在桌底下踢了表姐一脚，示意她别问了。表姐踢回我，她是为我好，连人家家庭情况都不知道就结婚了。吃完饭后，程云收拾卫生。表姐骂我脑袋被驴踢了，她单亲长大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她一个字不提母亲，她又比你小，会把你当妈。程云细心体贴，又有主见，她才不缺妈，我赶她走了。今天我小店的生意也是程云在给我打理，她收拾完厨房，就在电脑前整理订单并回复客户，忙到了12点，还在打包货物。程云，我叫她时，她正在核对出库单。姐姐，你先睡，我手上还有几个单，打包完了才睡。程云看着我，眼睛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。我其实想问问她家的情况，但她似乎没有主动要交代的意思。我观察过她，只有2套衣服洗洗换换，而且都很旧，只好猜测她比较穷，和父亲相依为命。她忙完之后，飞快地冲了个澡，就跳上床。姐姐是在等我吗？她见我没睡，还在玩手机，跟大狗狗似的抱住了我。我有些僵硬，醉酒后和她睡，跟清醒时和她一起睡，哪能同日而语？程云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我为了节约成本，只租了一室一厅。她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，总要有一点来自资本家的关心。她惊讶地看着我，然后有些赖皮。我保证不会碰到姐姐，姐姐不要睡沙发，好不好？同时，她放开了我，睡到了床边上。我当然不肯。就在我起身时，她一手拉住了我，并且侧身一个霸气的壁咚，令我瞬间血液都在倒流。我头脑嗡了一下，被程云3.8米的气场给震慑住了。好家伙，他竟然也壁咚资本家！小奶狗的语声却特别温柔：“姐姐睡床，我睡沙发。”可是沙发太小，我这个假资本家还是很仁慈。小奶狗声音撩人：“我可以和姐姐一起。”你还是睡沙发。我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腿，假资本家还是人间清醒。小奶狗错愕了：“哼，和披着羊皮的资本家斗。”可爱的小奶狗社畜完败。小奶狗抱着枕头，依依不舍地离开。程云，他站在门口时，我叫住了他。姐姐是3好学生，从小就尊老爱幼。我的言下之意，会尊重她的父亲，也会爱护她的自尊心。程云显然明白我的话，谢谢姐姐，谢庆勒索你的20万，我做牛做马都会给你再赚回来的。我一怔，表姐告诉她了吗？翌日一早，我还没有睡醒，程云去开了门，他和门外的人交谈了几句就离开了。我的瞌睡也没有了，于是起床准备去刷牙。哪知道我站在窗口往下看，竟然看见程云上一辆迈巴赫的车。我赶紧揉了揉眼睛，害怕是自己看花了。我以为他是个穷小子，哪知道人家是有钱人家的少爷。很快我就会沦落为资本家的奴隶了。现世报为什么来得这么快？我有气无力地刷了牙，洗了脸出来，程云已经回来了。他手上提着我最爱吃的虾饺，我却觉得忽然都不香了。不过我没有问他，枯藤老树昏鸦，早餐有鱼有虾，我才懒得去管小奶狗怎么样了。姐姐，昨天的订单我都发出去了。程云在吃完了早餐后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我想请1个星期的假，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笑道。他离开时背了一个双肩包，还叮嘱我按时吃饭，不要熬夜，比唐僧还啰嗦。程云走后，我感觉他就像是南方的冬天，在我的生命里只短暂地来了一下。我和往常一样，进货、下单、当客服、出货。3天过后，有人敲门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个嚣张跋扈的女孩，浑身上下大牌潮款，简直就是个移动金库。我是程云的未婚妻李飞，李家是这个城市的第1纳税大户。我走到了窗口一看，楼下停的是我见过的迈巴赫，原来3天前就是他来找程云了。这3天，我们每分每秒都待在一起。李飞走进来，看着简朴又老旧的我家，眼神里只有鄙夷。我这人长相稳定，性格还刚硬。我直接回卧室的抽屉，把2本结婚证摊在他跟前。李小姐看清楚了吗？刚刚还气焰嚣张的李飞，刹那间就目瞪口呆。未婚妻又怎么样？我才是程云的妻子。你知不知道，程云只有和我结婚，他才有钱救他爸爸。李飞很快反击，这就是婚姻在金钱面前简直不值一提。他从小和爸爸相依为命，现在他爸爸肝癌晚期，等待肝移植，我家可以找肝源，还出移植费用。李飞直接以钱压人。亲情和爱情，谁更重要？我也不知道了。李飞见我沉默，他又说道：“其实他和你结婚，就是为了气他妈妈而已。他又不是真的爱你。这个女人不仅是来者不善，还是有备而来。你的未婚夫出轨白月光了，你就找程云当替代品。你既不爱他，也给不了他钱财，你还能给他什么？”我输人不输阵，一拍桌子，高声吼道：“我能给他阳光，让他快乐的生活；我能给他雨露，滋润他的心田；我能惊艳他的时光，也能温柔他的岁月。”神经病！李飞丢下这句话就走了。我一想到程云要卖身救父，就觉得他特别可怜。
我找表姐打听程云父亲所在的医院，戴上了口罩，偷偷地跑去病房，想看看他。我只有20万存款，被谢庆骗走了。我把这几天的销售款取出来，凑成了6666元，意为66大顺，希望他父亲能好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，我才站在门口，程云第一眼就发现了我。我刚想跑掉，他像是飞人一样，一手将我拉住，反手一个壁咚，将钉在了墙壁上。我抬头望他，他没刮胡子，头发凌乱，衣服也皱巴巴的没有换过。果真是3天不见，刮目相看啊！清爽的小奶狗变成了邋遢的小叔叔了，但那双眼睛却又明亮似星辰。姐姐，他一下抱住了我，声音哽咽，对不起，我像是抱了一个刺猬，扎得我浑身上下都有点疼。他终于要跟我摊牌了吗？他决定卖身救父了。程云拿开了我的口罩，捧起了我的脸，他湿漉漉的眼睛满是温柔。我没有照顾姐姐，姐姐就瘦了，眼圈也黑了。我决定和程云好聚好散，将用信封装的钱塞在他的牛仔裤兜里，空了去民政局把婚离了。什么？程云像是被主人狠狠抛弃的流浪狗。姐姐不要我了，我伸手戳了戳他的胸膛，等姐姐赚大钱了，就来看你。我和程云的婚姻本就是一场闹剧，体面的结束，对他对我都好。我不愿意像和谢庆的感情结束时的歇斯底里，成年人不应该撕掉最后一层遮羞布。表姐陪着我去酒吧玩，去唱 K， 去山顶吼叫，把心里的难受都发泄掉。我俩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，地上都是散落的空啤酒罐。青青，庆祝你老牛吃嫩草的生活结束。这个时候了，表姐还不忘记损我。我看着漂浮的白云，还有更嫩的草莓。去幼儿园先订一个，表姐打趣我。我直接拿啤酒罐砸她。我想吃程云做的麻辣烫了，怎么办？表姐叹了一声。我也想吃了。她一定是加了罂粟壳，让我上了瘾。我的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来。饿了叫外卖，闲下来就看看电影。1个月时间过去了，程云没有再出现。谢庆抱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出现在我家门口时，我感觉这是世界末日吗？要知道，谢庆把钱看得特别重，他从来对送花这种行为是嗤之以鼻的。素清，我们去登记结婚吧。我跟看外星人一样的瞪着他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们早就分手了。谢庆一副势在必得的表情。程云要依靠李飞家的钱才能治愈他父亲，他只会和李飞结婚。你现在只是个被抛弃的下堂妇，只有我能娶你。谢庆的言下之意是我还不感恩戴德的跟他走，简直就是不识时务。说实话，谢庆对我的精神破让我有一种撕了他的冲动。经过这1个月的冷静，我竟然一点也没有生气。谢庆，我觉得李飞更适合你。谢庆的眼睛一亮，他也这么觉得。但是李飞看不上你，我笑得春光般灿烂。谢庆觉得我说的话恶毒无比，他估计想要掐死我，但掐死我又会犯法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苏青，你是我见过的最恶毒的女人。谢庆，看来你受过社会的毒打还太少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在社会上只是凤毛麟角，打嘴仗，我从来就没有输过。谢庆铁青着脸，气得抱着他的花扭头就走。我倚在门旁，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小奶狗，它真是乖呀，说分开就从来不打扰我。秋天来了，树叶变黄了，我和程云的婚事也彻底的黄了，我们只差没有办离婚证了。不知道谢庆是怎么想的，他会在秋天时为我买一杯奶茶，也会在下雨时给我送伞，偶尔制造一些惊喜。他在试图挽回我，在他的眼里，我这么恶毒，他还要娶我，天理何在？一晃3个月时间过去了，谢庆的耐心也在一点一点的减少。我在冬天的清晨里跑步时，他拦住了我。苏青，今天必须去领证。谢庆，大家是成年人，不用玩虚的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非得跟我领证？我在原地跑步。我爸妈已经定了黄道吉日，在老家给我们举行婚礼。谢庆终于说出了理由：如果我们不结婚，我父母在乡下会被人戳脊梁骨的，他们会抬不起头来的。自私自利的人，永远想的都是自己。你和你的白月光结婚吧。我转身准备离开。谢庆神色黯然，他为了给残废的哥哥治病，曾经为了钱当过别人的小三，我爸妈是不会同意娶她的。你想过娶她吗？给她一个依靠吗？我停下脚步。谢庆有些难过，我不会娶她，但我会尽我所能的照顾她。你以为你是救世主，其实际上你就是个渣男。我呼着热气朝前跑去。谢庆冲着我的背影喊：程云呢？他还不是为了钱和李飞在一起，等他还完了债，你还和他过日子吗？冬天的流感来势汹汹，我病了，头轻脚重，流鼻涕打喷嚏，浑身骨头都在疼痛，躺在被窝里冷得发抖。都说失恋是一场重感冒，我怎么这么久才感冒？反射弧确实太长了，我担心自己会死掉，给表姐打了电话。表姐出差去了外地，她拜托同事过来送我去医院。我昏昏沉沉的睡着了，只是感觉有人进屋来，又有人将我抱上车去了医院，在吊水。医生、护士，救命啊！有人要勒死我！我才有点清醒时，就赶紧喊着这话。我感觉一直有人把我抱得紧紧的，让我呼吸不过来。
是你老公吓坏了，他哭得很伤心，一直要抱着你输液。护士掩嘴轻笑。他在医院见过太多人生百态，从来没有见过老婆一个小感冒，老公哭得肝肠寸断的样子。我脑子实在不清醒，我哪来的老公？姐姐，你醒了。小奶狗的声音又黏又糯，还带着一丝哭哑了的调子，正在我的耳畔响起。怎么是你？我很惊讶。表姐发朋友圈说你病了，都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程云的双手紧紧地环住我的腰，我全身发软，挣扎不开，示意他放开我，他却抱得更紧了。倔奶狗，不听话。我躺在他的怀里，这才看到他完全变了样，整个人非常消瘦，眼窝深陷，颧骨凸起，但眉峰凌厉，双眼却温柔似水，胡子长得跟野人似的。这才过了3个月，他就变成流浪狗了。你出什么事？怎么变这样了？那个帅气而清秀的小奶狗呢？程云有些害羞，他一直在照顾他父亲，整天不修边幅。他知道我病了，太担心我，来不及拾掇自己，就飞奔我家了。我输完液后，我让他走，他坚持送我回家。我躺在沙发上休息，他去洗澡刮胡子，从头到脚焕然一新，还特意跑到我跟前，蹲在我跟前，剃须的薄荷香味弥漫在我跟前。程云，你该走了，我这人从来不愿意和任何男人藕断丝连，他选择卖身救父，就不要再回来。姐姐，来吃粥了。他端了亲手煮的皮蛋瘦肉粥，舀了一勺，递到我的嘴边。我反手拍掉他的勺子，叮当一声，不锈钢的汤匙落在地板上。他沉默着捡了汤匙，洗干净后再次喂我。我转过头，背对着他。程云，你既然做了选择，就不要再来招惹我。姐姐，明天我爸做移植手术，今天你不要赶我走，好不好？程云的声音在空中飘荡，有几分空灵。我想狠下心，我要赶他走。姐姐是尊老爱幼的3好学生。小奶狗把我说的话抬了出来。我祸从口出。小奶狗每次都能精准的反败为胜。我没有再赶他走，自己吃了粥就回房间去睡觉。整个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，时而感觉到有只大手在探我脑门上的热度，时而给我也一下被子，把我露出来的脚丫子盖住。他还体贴地给我擦去冷汗。黎明时分，我沉沉睡去。程云收拾了我家狗窝，悄然离去。1个星期后，我感冒好了。为了犒劳自己，我请表姐一起去西餐厅吃牛排。表姐说她还有个病人，要晚半个小时过来，我先进去找到定好的位置坐下。苏青，在我们这桌一起吃吧。谢庆的声音在隔壁桌响起。她和白月光相对而坐，白月光盛情装扮，成熟女人的韵味铺陈开来。我这是什么运气？出去要买1注彩票，肯定能中500万。不用了，我约了人。我冷淡地拒绝。谢庆起身来到了我这一桌。你约了谁？程云吗？他爸的肺移植已经成功了，他也和李飞在一起了。你跟我回家去结婚。白月光的面色惨白，他咬着唇，哭得很伤心。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时，忽然肩膀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抱住。谢医生，姐姐是我的妻子，你再来骚扰她，我就要报警了。程云的声音响在我的头顶。我转头一看，李飞和他并排立，他的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嫉妒。运气好到爆棚。我出来吃个饭，同时碰到了前任和前任男人。前任带着他的白月光在我眼前晃啊晃，前任和他的金主直接是晃瞎了我的眼。我敢打赌，我现在出去买彩票，肯定是中1000万。谢庆和程云面对面对峙，气氛剑拔弩张。程云拿出手机就要拨号，谢庆心有不甘，他怕报警后会丢掉工作，咬着后槽牙气愤离去。程云把手拿开，我沉声斥道。程云不仅没有拿开手，还弯下腰，低下头，脑袋凑在了我的颈旁。他的呼吸洒我的颈畔，我半边身子又酥又麻。姐姐，我今晚陪你用餐。我呢？你就不陪我吃饭？李飞马上就气得跳脚了。程云看也没有看他，在已婚男人的眼里，陪伴老婆最重要。李飞直接拿包砸他，你给我等着！李飞气急败坏地走了后，程云坐在我的对面。我看着他瘦了很多，也成熟了不少，可能是因为他父亲的病，令他快速的成长吧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我刚才在外人面前没有斥责程云，现在只有我们俩时，我忍不住了。拜托你有点职业道德好不好？既然你要讨好你的金主，为什么又要在我面前扮演深情？程云，好聚好散吧。我说完，起身就走。程云快步追出来，我正要拉开车门时，他将我抵在了车门上。停车场的光线比较昏暗，但他的眼睛却是明亮的如星辰。我生气地推开他，他反捉住我的双手，将他带到了他的怀里来。姐姐，我没有约李飞来吃饭，他也不是我的金主。我爸做肝移植的钱不是他给的。我愣住了，涉及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费用，短短3个月，他哪来的？姐姐，你相信我，钱是绝对干净的，真是我靠自己的劳动力赚的。我们回家，我给姐姐看劳动合同，看银行转账记录，好不好？程云将我连拉带抱地送上了车，他当起了司机。回到家，看到合同和转账记录的刹那，我又惊又喜。
惊的是，小奶狗的能力深藏不露，他编的程序 App 有了专利。喜的是他真没有卖身救父，拜倒在李飞的石榴裙下。他这3个月根本没有和李飞在一起，而是夜以继日地开发程序。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有些心疼他。程云把我抱在怀里，我希望我能独当一面，给家人遮风挡雨，也能给姐姐安全感。傻奶狗，我伸出小拳头，轻轻地砸他的肩膀。程云笑得可开心了，姐姐，我还差你20.6666元，我现在还不起，可不可以让我卖身抵债？臭小子，还给我挖坑！我保证服务态度非常好。他说完，不等我拒绝，就低头吻了我的唇。我的脑子顿时就短路了。奶狗青涩却又坚定从容。等我反应过来，才发现今晚的牛排红酒没有吃到，我好亏。程云双手撑在我上方，姐姐，我怎么舍得你饿？当坐在桌前吃着程云亲手煎的牛排时，不由感慨年轻真好。姐姐，好吃吗？程云的眼里闪烁着温暖的笑意，味道确实很香，真是一个神仙弟弟。姐姐乖，每天都有哦。腹黑的小狼狗笑得带了一抹邪气。我引狼入室，只能后果自负。程云的爸爸身体恢复得不错，他又开始在我的网店帮忙。这个年入几百万的潜力小资本家，就是在网站里收工之后，都要给我煮宵夜。哎，姐姐越来越珠圆玉润，怎么办才好？打破了我们卿卿我我日子的是程云的亲生母亲。你配不上我儿子，这里是500万，离开我儿子，永远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在咖啡馆里，一位雍容华贵的妇女将一张卡推到了我跟前。曾经有500万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好好珍惜。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定会告诉他3个字：太少了。程云不知道怎么就神出鬼没地出现了，他握紧了我的手，眼神里射出寒冰之光。我在姐姐的眼里是无价之宝，我立即附和：对，你多少钱都买不到。程云很大力气地拽着我出门，我能感觉到他心里的愤怒。他母亲明明有钱，却不愿意对他病重的父亲施以援手，还逼他和李飞结婚。现在他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了父亲的医疗费用，他母亲又拿钱来打发我。我伸手抱住了他，姐姐疼你，姐姐真好。他把我亲亲抱抱举高高，晚上我也会疼姐姐。我去。小狼狗让我老脸一红。当天晚上，程云去看望他父亲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李飞很嚣张，告诉我是他发过来的。有好几张照片，其中一张是谢庆的白月光被一个大约40-50岁的中年男人抱在怀里，而这个中年男人是程云母亲的现任丈夫。李飞说，程云为了报复他母亲才会娶我。我捋了捋这件事情，谢庆因为白月光没和我去民政局登记结婚，他的白月光又是介入程云母亲婚姻的第三者。程云娶我不是因为江湖救急，而是利用我使他母亲难堪。我不管程云为何娶我，但在李飞面前，我一向是非常有理的一方。就这点破事，程云在新婚夜就跟我坦白了，你想要离间我们的感情，拜托招数高一点。我冷笑道，别跟幼儿园的孩子玩过家家似的，还是你黔驴技穷，无计可施。砰一声响，李飞气得挂断了我的电话。我刚才强撑着一口气，在对完了李飞之后，感觉人都虚脱了。程云回来时，我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他兴奋地问我，姐姐，爸爸已经出院了，医生说他恢复得不错。我不等他说完，直接把手机丢给他，让他看李飞发的内容。程云脸色一变，姐姐，你听我解释。程云，你通过表姐的客户网来我小网店应聘，就是带着目的。你早就知道谢庆的白月光在做3儿，谢庆陪他，你趁我头脑发热，娶我为妻。他欲言又止，我也猜了七七八八。尽管我在李飞面前特别硬气，但程云确实是一匹腹黑狼，他算计了我。我就是你报复你母亲的一枚棋子，他难堪了，他不能让你去联姻了，你心里很爽吧？姐姐，不要再叫我姐姐。我捏紧了拳头，你这个虚情假意的家伙，马上走！我担心他走晚了，我这拳头就招呼到他身上了。程云的眼睛一片猩红，他不仅是不走，还要抱我。我的拳头再也忍不住，雨点般的朝他身上砸去。他等我打累了，打横抱起我就往外走。你放我下来！他朝他吼道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程云凝视着我，眼神坚定。如果姐姐再去了之后还要赶我走，我毫无怨言。这么晚了，我才不跟他出去，太危险了。万一我的小命丢了怎么办？救命！强！他一手捂住了我的嘴巴，眼神寒冽似冰。姐姐，你乖一点，否则别怪我。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剧烈的跳动，我被偏执的小狼狗吓住了。关于网上看到丈夫杀害妻子的新闻，在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的回放。程云把我带到了城郊的一套四合院前，他拉我下车时，我的脚都软了，走不动了。他却是温柔地把我抱到了一间画室，整间画室里都是我的画像，有我小时候的，也有我读大学的，还有我毕业后工作的，有肆无忌惮欢笑的，也有毫无形象痛哭流涕的，还有假装文艺犯托腮做窗边的。无论时间如何变迁，他画出来的我总是栩栩如生，那么传神。
程云，我转头看他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为什么我不认识你？难道我得过一场大病？我有失忆，狗血为何会这么多？我蒙圈了。刚才还偏执的小狼狗，此时却温柔地笑了。姐姐不当编剧，真是可惜了。我不理会他的调侃，拍他的胸膛，快说。吱呀一声，画室门打开来，进来一位头发花白、危险虚弱的男人。程云和他几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小青，你都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了，我在脑子里搜寻的这个人，然后失声尖叫了起来。程老师，这是小时候住我家对面的美术老师，我特别调皮，总是喜欢乱涂乱画，我妈特爱整洁，就会骂我。程老师会领我去他家，拿画笔给我，任我画得翻天覆地，还赞扬我的画有灵性。我恍然大悟，指着程云，你是小哭包。记得那个时候我6岁，小哭包3岁，程老师是单亲爸爸。小区里的小朋友们都喜欢欺负他，骂他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。我是大姐大，把欺负他的小孩子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他是我的小尾巴，喜欢跟在我后面玩，带着哭音叫我姐姐。小区里的大妈们常在背后议论他妈妈是有妇之夫，因为是有钱人家的女儿，看上了儒雅的学者程老师。他爸爸是男小三，也从此传开来，因为名声不好，还被学校开除了。他在6岁那年，两父子就搬家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我怎么能想到，再次重逢时，他一直在保护我。小哭包已经成长为阳光美少年，把我捧在掌心里宠爱。他是带着目的接近我，所以我质问他时，他没有否认。但他的目的是想和我在一起，和他母亲无关。只是碰巧了，谢庆的白月光是他母亲婚姻里的小三罢了。所有的解释用语言表达时都是苍白的，他才会让我走进他的内心世界，让我知道他是有多么在乎我。程老师，已经很晚了，你刚动了手术，快去休息吧，我赶忙说道。程老师和蔼地笑了，小青，这边有客房，你住一晚，明天早上我给你包饺子。好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他包的饺子了。程云哪容我住客房，直接把我拉到了他的房间里。我拿起一个大瓶子，里面装的是千纸鹤，底部的已经脱色，上面的却很鲜艳。姐姐，你说我折够9999个千纸鹤，愿望就会实现。程云从后面抱住我，那是他小时候哭时，我睁着眼睛说瞎话哄他的，哪知道他当了真。我实现我的愿望了，姐姐，我喜欢你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小奶狗秒变身，我马上想逃。小哭包，你放开我！不放，姐姐是我的。还有，我早就不哭了，想起小狼狗对我的宠爱，我马上得意了。可我好想看你哭，娃。